男人因為買不起房，便來到野外建造自己的夢想家園。內部裝修十分豪華，不僅沙發彩電一應俱全，還有溫暖的壁爐抵禦寒冬，甚至配備了獨立桑拿房。羨慕的我後槽牙都咬碎了2顆。秋天的氣息開始在林間顯現。接下來德魯要用雪松木瓦為老虎窗安裝壁板。在開始安裝之前，需要先給它們都刷上一層棕色的油漆，才能與木屋整體色調和諧統一。完事後就可以直接用釘槍將雪松木瓦固定在外牆上，每一片木瓦之間都預留出一些縫隙，以便有適當的空氣流通和排水。為了隱藏木片之間的間隙，外面還要再交錯釘上一層木瓦。從這些細節可以看出德魯對居住品質的極致追求。雙層木瓦交錯疊加，不僅強化了防水性能，更讓外牆呈現出自然錯落的視覺層次感。在開始密封側面的外牆之前，德魯拿來雪松方木釘在窗戶下方作為窗台，使木屋的外觀增加了立體感。接着就可以拿來壁板開始安裝。由於這些材料都自帶卡槽，只需對其依次拼接即可。壁板在安裝時還預留了一些可活動的空間，確保木材因溫差變化膨脹收縮時不會開裂變形。這種細節的拿捏貫穿德魯整個建造過程。從建造到完成外牆裝飾，德魯一共花費了35000加元，約人民幣17.6萬。為了能在下雪之前入住新家，接下來德魯立即投身到室內的裝修工作中。首先就是要先將電線布局完成。由於他已經提前設計好了線路的走勢，只需按照圖紙把線盒給安裝到位，然後再將電線穿孔埋入牆內。由於這裡並沒有電網接入，為了方便日後用電，德魯特地在外牆上安裝了2個電源接口，一個連接太陽能儲能系統，另一個備用接口可接發電機。牆體的保溫採用高密度發泡泡沫噴注牆體，在施工時需穿戴防護服，即便酷熱難耐汗水浸透全身，德魯仍堅持將每一處縫隙都均勻噴塗。待泡沫完全發泡並固化後，再用切割工具將表面修整平整。時間很快来到10月，秋天的氣息開始愈發濃厚。德魯開始用白橡木板密封室內屋頂與牆體，在安裝的過程中還要提前預留好燈孔。在密封牆體的過程中，順勢把閣樓的框架搭建起来，用同樣材質的木板延續整體風格。由於在密封屋頂時連接處存在間隙，德魯繼續拿來方木條進行密封，確保接縫處嚴絲合縫，順勢制作出窗框的包邊。如此一來，室內的立體輪廓更加清晰，視覺層次也更為豐富。最後再給室內的所有項目都刷上一層清漆，清漆滲透進木紋的瞬間，白橡木泛出溫潤的琥珀色光澤。地板採用較為深色的實木複合材質，在專業的工具加持下，安裝過程非常順利，就是比較費腰。其中有部分牆面計劃貼上石材並安装壁爐。德魯先用防火水泥板覆蓋牆面，再用耐高溫膠水逐塊粘貼天然石材。雖然每一塊石材都形態各異，但在德魯的巧妙拼接下顯得錯落有致，縫隙間以碎石填充。再用耐火砂漿勾縫，使石材牆面呈現出粗獷而自然的質感，與室內溫暖的木飾面形成鮮明對比。為了提升室內空氣流通，德魯還特地挑選了一款靜音強效的電燈扇。隨着冬季到來，下午5點天色就幾乎完全暗了下來，清晨的湖面也開始結起了薄冰。德魯加快了施工進度，他首先要給閣樓鋪設上地毯。為了確保睡覺時的安全，閣樓外側還要安裝堅固的護欄。由於室內空間比較狹小，為了盡可能的利用每一寸空間，在家具制作方面，德魯可謂是絞盡腦汁。好在他擁有超強的動手能力，可以將腦海中的想法逐一落實。
德魯還特地訂購了一款可折疊的沙發，在有客人到訪的時候能展開成一張床，滿足臨時住宿需求。雖然木屋裝不下大電視，但投影儀的幕布一拉，瞬間化作巨幕影院，躺在沙發上就能享受沉浸式觀影體驗。大雪很快就覆蓋了整片森林，為了夜裡不會被凍成冰棍，老演員秘魯也正式登場。雖然之前並沒有預留排煙孔，不過這對於德魯來說簡直小菜一碟。完事後再把排煙管道給梳理好，現在他的湖邊小屋就算大功告成了。這樣精緻的湖景豪宅，你心動了嗎？